咋，陈国是不是生气啦？生什么气啊？我哪那么容易生气啊？没事儿，没生气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你说。哎，你说你妹妹牛淑荣哈，现在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，也该结婚了。现在你都不知道，这街坊呀都开始闲言碎语的了，这对她名声不好。我也想这事儿，但是我一直想着，淑荣能跟你哥好上。他们俩要是能好上，早就好上了，没戏。哎，我那个原来福建部队有一战友，年龄跟淑荣挺合适的。不行，那淑荣，那要是真成了的话，就得跑福建去了。福建挺好的，福建离咱们海城又近，万一爸妈要想淑荣了，他随时都能回来呀。就他吧，挺好的。也行，那回头我问问他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战友啊，现在是正团级的干部，还有发展前途，真的。不好，你想，福建虽然也不是多远，但是也没有很近啊。万一爸妈真想淑荣了，一时半会儿，也不说一两天就能回来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还是找一个离家近的，这样爸妈比较放心，我们也比较放心。你再想想呗。离家近的，我想到一个，就我们服装厂那个后勤的炊事员老李，他人不错，都说他人品好。你可别逗了，这老李离过婚，还带一孩子，那淑荣嫁过去直接当后妈啊？嘿，我们厂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比我还多？我都不知道。你这离婚闹多大的事儿，真是不行。那你再想想呗。一时半会儿的，上哪儿想去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，你妹牛淑荣可就真跟那个劳改犯在一块儿了，到时候那就是引狼入室，我们全家都得遭殃的。可不是嘛，我也担心这事儿呢。你说咱们家几辈子都是正经人，那万一淑荣嫁给这样的男人，不说委屈死淑荣吧，咱们家也丢不起那人呢。就是啊，所以我们得赶紧给淑荣找个对象。这个好玩。喜欢啊，喜欢就好。咋，要给牛淑荣找对象。子博哥，子博哥。淑荣，是想好了给我的答复吗？对，我想好了。淑荣，你还是别说了。齐伟他跟你不一样，你有家人，有工作，有能力，你还上过大学。可齐伟他什么都没有，我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么孤单下去。淑荣，你得为你自己将来想想。你不管跟谁好，我都希望你能过上稳定可靠的生活。齐伟现在给不了你这些。他可以的，他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的答复。子博哥，你对我好我都知道，可感情的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你说不清楚。我真的很爱齐伟。说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看你那么优秀，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好1000倍、10000倍的姑娘。可他们都不是你。我现在怎么可能考虑什么其他的女孩呢？说说，也许等你以后结了婚，我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。别，你该找还是得找。行了，说，我没事儿，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年，我都挺好。你回去吧，挺晚的了。那我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
你们谁有合适的对象可以介绍给牛淑荣的？哎，刘淑荣不是有对象吗？那个不算数的。那个怎么不算数啦？长得又好，又会疼人的，每天不是送吃的，就是送喝的，而且还接送上下班，打针都找不着呢。是啊，虽说是个清洁工，可每天推的那个小花车，连颜色都不带重样的，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热爱生活的好男人。哎，赵会计，这钱不对呢，整整少了8块钱。你看，我的也和工资条不一样，少了10块钱。赵会计，我们打扫卫生不容易，你可别给我们耍花招啊！这个什么耍花招啊？啊，人还不是有个出错的时候啊？我少了我给你们补齐不就完了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检查卫生的时候怎么就不出错了呢？这出错了还不让人说2句啊？是啊，你到底会不会算账？不会干，找个会干的来。好啊，我就是不会算账了，这账我还得好好算，我得算到明天，明天再来吧。哎，凭什么呀？这还没下班呢，凭什么不把工资补给我们呀？真是不巧，这刚好就下班了，明儿请早吧。算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啥了不起？对呀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怎么了？财务室被盗了，牛淑荣被盗捅了。哎，西梅，等我一会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去把人翻了，赶紧走！少废话，矛盾，不然老子捅了他！快了，走！赶紧别冲动，这刀可真杀了人，那事可就大了啊！走！西梅，你慢点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那窗户没关，招小偷了。哎，你别往里去啊！你靠，不就小偷吗？来，让一下。淑荣，哎，别轻易妄动，你去报警，公安马上就来。3句万一有个闪失，你就麻烦了。你赶紧把刀给我放下！怎么了？哎呀，财务室那赵会计窗户没关，抓小偷了。赵新梅啊？对呀，哎，这次赵会计可是倒大霉。淑荣，赶紧把刀放下！淑荣，啊！别来！叔叔，别乱来啊你！捅了我告诉你！别乱来啊你！把刀放下！给我站住！把刀放下！别过来啊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你把刀放下啊！别过来！把刀放下！叫你别过来！叫你别过来！放开我！别！
太着急了，应该不会有大事儿啊。刘淑荣这对象可真够可以的，竟然能替他挡刀子。是啊，听说还每天来接送他，天天给他送花。唉，我怎么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对象呢？你们懂什么？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！对呀。那个，没事吧，现在？要不你到那椅子上坐会儿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小偷不都抓住了吗？是不是？没必要这么自责啊！谁说我自责了？我为什么要自责？小偷是我找来的，是我让小偷拿刀抵着淑荣脖子的，是我让小偷去捅齐伟的吗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里是医院，保持安静啊！病人度过危险期了，那个现在没什么大碍，可以去探视了啊。你没事吧？齐伟，你好点了吧？没事了吧？你呀，都成了我的大英雄了。谁忘记我吧？齐伟，哎，强长来了。齐同志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今天可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厂的损失可就大了。那不仅仅是国家财产的问题，关键是还很可能伤害到刘淑荣同志啊！刘淑荣同志啊，你今天临危不惧地拖住小偷，你的这种精神，我们回去后一定要号召全厂同志向你学习。厂长，另外，小刘，为了表达对你的谢意和嘉奖，我代表厂里给你颁发奖金，同时，你的工作问题我们也会给予调整。厂长，这个我不能要。哎呀，拿着，这是厂里一片心意，收好。谢谢厂长。那个，今天这个事情，咱们明天上班后一定要好好做个总结。那个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该惩罚的惩罚，该处分的处分。齐同志，也请你好好养伤。这有什么需要我们服装厂做的，请随时跟我联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小鸟，这2天就别去上班了，好好照顾齐伟啊。谢谢厂长。好了，大家今天也都辛苦了，都早点回吧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齐伟同志，好好养伤啊。你说你傻不傻？万一你要是出什么事儿呢？万一我要是死了，那这是为你死的，我无怨无悔。呸呸呸！那个，新梅，没事儿啊。淑荣跟齐伟都没什么大事儿，再说厂子也没受什么太大的损失，估计杜厂长就是这么一说，是不是？心别太重，要不咱先回去。那个淑荣，那我跟你嫂子就先回去了。大哥，让淑荣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吧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。不，我要在这儿照顾你。满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会照顾我的，哪用得着你呀？回吧啊！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。哥，你回去帮我把牙刷、被子什么拿过来，晚上我就在外边随便凑合一夜，我要在这儿照顾齐伟。搁这儿住啊？那行，那我不走，好好养着啊。齐伟，来，赶紧趁热喝。我不喝，这牛奶是你妈托了好多关系，特意订给爸补身子的，留给爸。新梅，
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不过这事儿都过了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，就把牛奶喝了压压惊。陈果，要是今天被小偷用刀抵着脖子的人是我，你愿意为我而死吗？当然，那肯定的。答的倒是挺快的，可惜你没办法证明。我可不想让你被小偷抵着脖子，证不证明的不要紧，最关键的是咱们谁都别出事儿，都好好活着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今天齐伟啊，一点没喊我，那要在部队肯定也是个好兵。我看他是真心喜欢淑荣，就跟我对你是一样的。是啊，齐伟至少用行动证明了，他可以为淑荣而死。这就是人人都羡慕的伟大的爱情。我们俩之间那也是伟大的爱情，你忘了当初你冒着狂风大雨上山来找我啊？对，是我自己选择的伟大的爱情。别多想。捅哪儿了？这是？那儿没事儿，没事啊。行，在呢，那儿没事就行啊。哎呀，这着急死了！我看你这状态挺好啊，想啥没事呢？跟我说说。嗨，这都不知道，恋爱了呗，被爱情滋润的。老大。这回打算跟牛淑荣来真的了，你觉着呢？你说现在这赵新梅和牛淑荣是亲戚了吧？这赵新梅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气疯啊！不是，我发现你说什么话都夸张，怎么就气疯了？疯了正好。那当时他害你齐伟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齐伟会疯啊？告诉你，送他一字儿，该，不活该。你这男的怎么那么狼心狗肺啊？我知道你就是想把我气疯，是不是？然后去找那小狐狸精，对不对？什么狐狸精？行，就回家。哎，我打算跟牛世荣结婚了。啊？我们在天湖农场仓库的时候，隔着门，当时不是说过吗？为对方做任何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，都是愿意这么去做的。你爱上我赵新梅是你自愿的吧？你为了我去捅人也是你自愿的吧？你进监狱关我什么事儿呢？你现在过得不好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我还得对你的人生负责吗？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让他过他最不想过的生活，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事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下床了？你快回去躺好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有什么话你不能明天说？你这样不好好休息，怎么养伤？就现在说。哎，好，你先躺好好不好？你看你这个手回血了怎么办呀？嫁给我。
娶你啊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个，咱们今天开会有2个事儿。第一个事儿是，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经厂领导研究决定，撤销赵新梅同志财务室会计，调离财务室，调往1线车间车衣工人。第2个事儿嘛，牛树荣同志见义勇为，英勇负伤，经厂领导研究决定，即日起被聘任为我厂正式职工，调入1线车间任车衣工人。你终于是正式员工了，真好。咱们组来2个新人，一个好人，一个坏人。组长，那门口那个是好人呢，还是坏人呢？你说呢？组长，我来报道了。哟，赵会计。哦，不对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工。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我可没什么本事关照你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厂里领导怎么想的，一犯错误就往我们这儿塞，当我们这儿什么地儿了？我的位置在哪儿啊？我们这儿可没什么位置不位置的，只有木头椅子。真的。忘了提醒你了，你要是技术不行呢，就找块布头好好练练，别浪费我们的原料，千万别去请教任何人。我们这儿不比办公室，没有这么多吃闲饭。李组长，我来报道。哎呀，牛淑荣，我们都听说你见义勇为的事儿了。我们车间1线欢迎你，谢谢。淑荣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们大伙儿可都等着喝你们2个英雄的喜酒啊！快了，快了。幸好厂里把你也分到我们车间来了，不然啊，老让犯了错误的人来，哼，我们大家伙心里啊都堵得慌啊。齐伟还真是好福气呀。像你牛淑荣这种连劳改犯都敢处对象的人，这世上真是少之又少。劳改犯？他对象是劳改犯，坐过牢。李组长，我要赶着去照顾齐伟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赵新梅。以后每天你都最后一个走，检查好门窗。还有，当心点有贼，你对象可不是会抓贼的。是吧？怎么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啊，我听说今天齐伟出院，怕你忙活不过来，请了会儿假过来给你搭把手。你可真细心。不过齐伟啊，他是明天才出院呢。明天才出院，还没恢复好啊？医生说想多观察1天，主要是我妈
想感谢他，给他做一顿好吃的，明天把他接到家里来压压惊。你明天没事一块来吃嘛？明天啊？啊？哎呦，明天我有事儿，那个你们吃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行了，叔叔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进去看齐伟吧，啊，替我跟他问个好。哎，子博哥，正好我有个事儿想要跟你说一下。啊，你说吧。我们边走边说吧，好吧？行。那个，我今天也成了我们厂的正式职工了。真的？啊！太好了，祝贺。哎呀，该怎么说呢？说吧，叔叔。子博哥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你对我比我哥对我好多了。跟你在一块玩，我也特别开心的。叔叔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没事儿。哦，就是齐伟他跟我求婚了。所以，我当然要答应他，你知道的，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很久了。子博哥，叔叔，只要你觉得幸福和快乐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不生我气吧？在那么危急的关头，那齐伟确实比我快了一步，就这一步，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。说实话，叔叔，我曾经怀疑过齐伟接近你的动机，我怕他是为了报复新梅才来追求你。当然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所以，叔叔，祝福你。你快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从今往后不理我了呢。谢谢你啊，子博哥。那我去看齐伟啦。去吧。我走了。你没事啊，走了，拜拜。你看你那么优秀，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好1000倍、10000倍的姑娘。可他们都不是你。你对我好，我都知道。可感情的事就是这样的。你说不清楚，我就是很爱齐伟。哎呦，咱们家可是好久都没包饺子了啊，我都闻到香味儿了。不过这个饺子啊，可不是为你包的，是为了感谢齐伟，他救了咱们家淑荣，今天出院，我想请他过来吃顿饭。齐伟是谁呀？哎，你怎么忘了呢？上回你生病，人家正好在这儿帮着照顾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看出来了，他挺上赶着咱们家淑荣的。哎，淑荣真的不小了，该找个好人家了。哎，按理儿啊，他们俩认识这么些年了，要是走到一起啊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关键是啊，他能为咱们女儿豁出命去，这太难得了。就是这历史问题，哎，历史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，关键是只要他现在对淑荣好就行。毕竟这坐牢不是一件好事情啊！咱们女儿那么优秀，嫁给一个老管饭，传出去，总不是件好事。唉。
淑荣啊，是让我给耽误喽。要不是因为我的事儿，他能找一个更好的人家，不至于耽误到现在。你也不能这么说，这都是命，有的时候吧，也说不准。你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有的时候呢，遇到这个问题啊，也不一定是好事啊，还是坏事。今天单位啊，把我找去了，说是啊，为了要改善离退休干部的住房条件，哎，想分给咱们一套房子。这是好事儿啊！舒荣结婚需要房子，这成国跟咱们挤在一块儿这么多年了，紧紧巴巴的，你说这不正好吗？可是我啊不敢打包票，这一定是好事，就看个人造化了。哎，我同意你呀，你的说法，我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。咱们家舒荣啊，委屈了这么多年了。他要是真的想跟那个齐伟结婚，那咱们就把这套房子留给他们小两口，作为他们结婚的新房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？行啊，我听你的呀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哎，别人说什么你可不能改啊。怎么会呢？哟，舒荣，怎么一会儿有事啊？今天齐伟出院，我想着留点时间他。这小年轻啊，几天不见就想啊。组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。舒荣，你可真幸福呀！你来呀！是啊，咱们认识了有10来年了。这些年，咱们一起经历了不少事情，也认识了不少人。那些人始终只是过客，而你，始终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。我爱你。嫁给我。却没办法挽回。回家吧。你这都挑老半天了，你挑好了吗？
不行啊，这挑来挑去也没几个合眼缘的，你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吧，这临时工，不行，这事儿挺难办的。你不行，我来挑。你看，这个看上去挺老实的。这个你这长得有，配不上淑荣这个。这个总行了吧？挺斯文的，又年轻。这个长得还行，但是我听说他妈脾气不太好，那淑荣嫁过去不得受婆婆气啊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啊！我看你就是活活要把牛淑荣往那个劳改犯身边推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那个劳改犯在厂门口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已经向牛淑荣求婚了。求婚？啊？你啊什么啊？就是啊，就在厂门口啊，众目睽睽之下。真不嫌害臊。不是，喜梅，跟你说个实话啊，我觉得齐伟对我妹那样好像是认真的。你看那天在厂子里边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救我妹，我这当哥哥的都自愧不如。你说我最风光当兵那几年，也没能给淑荣做点什么。这回呢，淑荣要是真喜欢那个齐伟，真想嫁给他，就让他们结了。牛成国，你是疯了吧？你脑子烧糊涂了啊！你亲妹妹要跟一个劳改犯结婚了，你还觉得可以？那是个劳改犯，是坐过牢的。再说了，你不为你妹妹想想，你为你自己想想行不行啊？你以后还想不想调动工作？还想不想提干啊？到时候你工作一提干的时候，家里一政审有个劳改犯，你提个屁呀你！他们俩结婚，我绝对不同意，不可能。哎，那你不同意？行了，你们俩别吵了，先吃饭吧。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我还有事情要宣布呢。妈，您要是要宣布淑荣结婚的事儿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反正你们牛家想跟劳改犯扯上关系，我一个外星人我没有办法。我相信我要说的事情你肯定感兴趣。我们单位要分给咱们家一套房子，我想趁着大家伙都在的时候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。你要是不愿意来呢？我也不勉强。坐下吧。齐伟在啊。齐伟，今天这顿饭是我和你叔叔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家淑荣。吃吧，啊，都吃吧。哎，我们呐，也不图别的，就图儿女平安。你能那么护着我们家淑荣，我们谢谢你。来，这杯酒，就算是阿姨敬你的吧。阿姨啊，我应该走的。来，好，吃吧，大家吃吧啊！吃吧，哎。哎，你看看他，真是把这当自个儿家了，也太随便了吧！看着，去。我记得，从前你吃什么东西都喜欢蘸白糖，这毛病没改的吧？拿糖。我们家淑荣啊，就喜欢吃糖。那时候啊，什么都是凭票供应的。凭票？对，凭票。咱们家哪来那么多票啊？所以呀，也没有那么多糖给淑荣吃。有一次呢，你叔叔的一个学生给我们家送了一包白糖，淑荣啊高兴坏了，从
从那以后啊，不管吃什么都蘸白糖吃。我们当知青的时候，有一回大家伙一起包饺子吃，淑荣就在那儿翻箱倒柜的找，我们就问他找什么呀？他说找白糖。找白糖干什么？吃饺子得蘸白糖。吃饺子得蘸白糖，我们笑话了他整整一个下午啊！哎呀，看那点出息，来来，蘸白糖吃。真是难为你，这么一件小事，你还记在心上。哎呀，淑荣的事儿，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。阿姨啊，我想照顾淑荣一辈子。您二老能答应把淑荣嫁给我吗？哎呀，你快坐下，你干嘛当着我那么二面说？七伟，我们这个女儿啊，样样都好，就是我跟他爸把她给耽误了。耽误了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能不能够始终如一的对她好，一辈子？阿姨，这10年来，我的心中只有她。我会对她好的，一辈子。那行，我们同意了。好事好事，来来来，我们同意了。敬你们俩啊！等会儿吧，妈，您刚才不是说有房子的事儿要说的吗？是，我是要讲讲房子的事儿。今天呢，也算是我们老牛家双喜临门呢。上级要分给我们一套改善性住房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挤在一块堆儿过日子了。这是好事呀！按照政策，我们可以分到一套大的房子。我是这样想的，这套房子呢，就给淑荣和齐伟做结婚用的新房吧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好。来吃吧，大家吃吧。爸妈，你们慢吃，我不太舒服，先回屋。哎，还没吃饺子呢。没事，来来来，没事。今天晚上对我来说太非同寻常了，没想到我现在有了你，还有了一个房子，我一个劳改犯，居然现在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我以后不许说什么劳改犯不劳改犯的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从今往后没有劳改犯，只有幸福的齐伟跟牛淑荣，听到没？新梅，是不是胃不舒服啊？喝点热水啊，暖暖胃。陈哥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部队的日子吗？记得呀，我这时不时的就能想起来。我也很怀念我们在部队的生活。那个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空间，自己的小屋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开心啊！新梅，我这还是第一次
听你说怀念部队的生活，我还以为啊，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，你都不愿意提呢。哎，你记不记得，这每天起床号一吹，我扑棱一下就从床上蹦下来，倍儿有精气神儿啊！还有咱们去那个食堂吃饭，那都得排队，但有什么咱们吃什么。你最爱吃那个糖醋小排。陈国，嗯。 我最怀念的不是这些，我最怀念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房子，可以过我们的2人世界，你懂吗？我们现在住的也是自己的房子呀。那不一样，我们现在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，这房子里有你爸，有你妈，还有你妹妹。我怎么着都像是一个外人，我只能待在这个几平米的房子里。 哪儿都不能去，哪儿也不想去。你看，新梅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你可不是外人啊！哎，是不是妈又说什么话给你气受了？妈上岁数了啊，这老小孩嘛，回头我劝劝她啊。那好，你就去劝劝你妈，把那套新房子给咱们吧。啊？不是。 那刚才吃饭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？那房子留给淑荣结婚用。那叫说好了吗？跟谁商量过呀？他问过你的意见吗？要是真有新房子，那不应该先紧着你吗？你是长子。喜梅，你要这么想的话，那有点过了啊。那房子是妈的，妈愿意给淑荣，愿意给我，那都得听她的嘛。 再说，淑荣是我妹妹，是，你当哥的心疼妹妹，愿意把房子给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房子要真是给淑荣，那也好了。问题是你妹要嫁人了，嫁的是那个劳改犯。你听说过哪家嫁闺女还送房子的？咱们家淑荣是赔钱的货呀。我们总不至于大方到把一房子白白送给一个劳改犯吧？是，那齐伟他是劳改犯，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 那谁让淑荣她铁了心就爱上齐伟了呢？那齐伟也就快成为咱俩的妹夫了。就算为了我妹妹，我也愿意让他们住这好房子。要是咱们俩以后有了孩子呢？你还打算让他住在这个又冷又破的小屋子里吗？徐梅，我知道你跟着我呢，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努力改善咱们的生活条件。 可是你要说现在让我去抢淑荣的房子，我这当哥的我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。新梅，咱们不聊这事儿了，好吧？你先把这热水喝了，要不然等一会儿凉了之后，你胃就硬更难受。你知道我胃为什么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 因为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新梅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。我们的宝宝会在这个小破屋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。陈国，这就是你当初给我许诺的幸福啊！不是，那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 我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的。我有了这个孩子，我特别难受。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做他的父母，因为我们没有条件给他足够好的生活环境。所以我想，我就偷偷把孩子拿掉了，我一个人难受就好了。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来过。
他走了，你也不会难受。你可不能这么干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，新梅？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。我直到今天你妈说会有一个新房子开始，我真的觉得才有了一丝希望。我觉得我们有条件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，为什么不去争取呢？我现在要去争这个房子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新梅，你怀孕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。行，那我跟淑荣说说去，我试试。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啊，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呢。是吧？嗯。好，那行，那你先说。我跟齐伟啊，我们俩聊了好多事儿，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有奔头。是吗？都聊什么呢？厂里不是给我发了一笔奖金吗？齐伟打算用来做一些小买卖，这样肯定比清洁工赚得多嘛。挺好。我们还打算用剩下的钱装修一下新房子。齐伟说家里是一定要安地砖的，一个是干净，二来屋里亮堂，地砖还能反光呢。是，反光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不是有事要说吗？你说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新梅啊，怀孕了。真的呀？你可以呀！哎，爸妈知道了吗？小点声，还不知道呢。所以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就是，我这开不了口。哎，你说呀。啊，就是，你看你能不能把那房子让给我和新梅？淑荣，你也知道，新梅嫁给我呢，受了不少委屈，也吃了很多苦，我就不忍心让她在这个环境里边生孩子坐月子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。所以，你看。我这些年，我也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委屈的。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只要我们单位一给我分房子，我跟齐伟马上搬出去，把房子再给你们，好吗？陈国，这都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屋睡吧。你一直抓着淑荣说话，你让她怎么休息啊？淑荣啊，你要是现在不困的话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我们俩能聊出什么好结果？我看大家还是回去睡觉吧。明天我起不来，你也不会帮我请假的。淑荣，其实咱们俩早就应该找一个机会好好聊一聊。我想跟你说说你跟齐伟的事儿。
结婚嘛，是一个女人的终生大事。我想以嫂子的身份跟你聊聊，你就当给我这个机会好了。听见了没有啊？听见了没有？别为孩子操心了啊，睡吧。关于你和齐伟的事儿，我有几点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。第一，齐伟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亲人，他要是跟你结婚的话，你就是他的知青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一旦你们之间出现任何的状况，他无牵无挂的，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，完全可以一走了之，你就吃亏。齐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他。第二就是齐伟的身份，他坐过牢，是老板饭。当然，你们现在是真爱至上，什么都可以不顾。可是你们要想到以后结婚了，他的这个身份会伴随你们一辈子，而且会成为你们生活当中一块巨大的绊脚石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就会把你们办个人仰马翻、鼻青脸肿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承受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跟齐伟的关系。我知道我跟齐伟的过去，你多少会心存芥蒂，但是我希望你看到，一直以来我对齐伟的态度也是清清楚楚的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对齐伟早就没有任何感情了，那真的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眼里，只有你哥哥牛成国这一个男人。我希望你相信我。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。我也没想跟你说这些，这是你哥的意思。他一直都很担心你，谁让你是他唯一的妹妹呢？一开始他也完全不同意你跟齐伟在一起，他怕你会吃亏。可是他也知道，你只认准了齐伟这一个男人，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祝福你，希望你幸福。这些话是他让我跟你说的，他让我来劝你的。我只能说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为我考虑这么多。可是新梅，你知道的，我从17岁开始就爱上齐伟，这么多年，我只爱他一个人。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，我根本不会在乎的。那就好。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吧，爱情和婚姻生活完全是两码事。女人总以为是嫁给了爱情，最后却被生活折磨。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爱情啊，就跟着你哥跑到山上部队生活了。你哥才是真的吃了苦，他常年在山上执勤，就落下了风湿病，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半夜都会被疼醒。我哥他有风湿病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怎么可能让你知道？你哥人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，说出来只会让爸妈和你担心。
但我是真心疼他。他要是还在这儿又冷又湿的老房子住下去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只要我跟齐伟好好工作，我们俩很快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。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们马上就搬出去，把房子给你们，好吗？淑荣，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等你们分到房子，那得何年何月？就凭你还是凭齐伟啊？还是齐伟给你画的一张饼啊？他是不是跟你承诺很快就会有大房子住？我以前跟他谈恋爱那会儿，他也整天给我画饼，一会儿说以后要挣钱买个小汽车，一会儿又说带我去大城市生活，我们还说要环球旅行呢。赵新梅，现在跟齐伟在一起的人是我，现在他爱的人也是我。你们俩的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提起。好，我以后都不再提了，我就多说最后一句。你哥的关节现在已经开始有变形的征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肯定是会落下病的。你要是他妹妹，你就真心疼心疼他吧。